我在末世觉醒了 SSS 级异能，守护幸存的人类20年后，却被送上审判庭，只因有一只小恶魔意外闯进一名网红的家里，网红受到惊吓，粉丝认为我没有尽到守护的职责，必须公开向网红道歉。其他异能者见状，纷纷组织人脉，控诉我这24年的行为。他们以为赶走我就能上位，殊不知篱笆没了，是羊的狂欢，也是狼的盛宴。50年前，人类资源开始枯竭。20年前，恶魔降临人间，人类遭受史无前例的屠戮，最后只剩下1000多万人口。好在觉醒异能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勉强守住了一座城市。人类就此进入末世纪元。异能分为5个等级 ：B 级、A 级、S 级、SS 级和 SSS 级。我就是其中最高的 SSS 级异能者。为了保证种族延续，我成立了异能协会，并给人类定下了很多规矩。之后，我便自告奋勇前往边境，一个人一把剑，守护边境安宁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伤痛逐渐消失，人类又过上了安逸的生活。苏晨怎么搞的？怎么能让恶魔跑进来？害我们家宝宝都受伤了。他这算不算玩忽职守？心疼死我了。这件事必须要一个说法。苏晨不行的话，就换一个人镇守。我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许多网友评论：昨晚10万恶魔大军入侵，我一人斩杀10万，却不小心漏了一只小的。那只小恶魔闯进一名网红的家里，幸好防卫队处理及时，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本以为事情过去了，却不想我被那名网红挂到了网上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防卫队队长张轩打来的。张轩是一名 SS 级异能者，我负责边境对外战斗，防卫队负责内部守护家园。苏晨，你现在马上回来接受调查。电话一接通，里面就传出张轩不悦的声音。我皱了皱眉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过也没有细想，决定先过去说明一下昨晚的情况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猜测，昨晚的10万恶魔只是先锋部队，24小时之内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入侵。异能协会这边，空间泛起道道涟漪，我的身影出现在大楼下面。此时，里面正在讨论昨晚的事，矛头直指一处。以苏晨的实力，他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据我所知，昨晚一共有10只低级恶魔入侵，苏晨的能力再差，也不可能连10只低级恶魔都无法解决。我怀疑他是不是跟恶魔接触多了，私下里。这种话不能乱说。不管怎么样，苏晨对人类还是有很大贡献的。这样吧，等苏晨过来，让他公开道个歉，再向协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报告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我的听力非同寻常，这些话被我听了个清清楚楚。同时我也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有人说只有10只恶魔？就在我想要进入大楼的时候，几十名荷枪实弹的防卫队成员冲了出来。站住！异能协会和防卫队总部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众人围着我不断打量，领头之人正是张轩。他见是我，皮笑肉不笑道：苏晨，你终于来了。他就是苏晨。所有人都愣了一下。我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，许多人都只听过这个名字。其中一名队员撇了撇嘴，不服道： SSS 级异能者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队长，你不也是 SSS 级了吗？闻言，我不由诧异地看向张轩。张轩的脸上露出高傲之色。不错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异能协会的2位也达到了 SSS 级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再也无需看别人脸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这话是说给我听的。我见身份已经确认，正打算进去，张轩却故意挡在面前。苏晨，你很久没回来，还不知道规矩吧？任何人进入总部都要解除武器，把你的剑交出来吧。路过的几人一脸茫然。有人小声询问，什么时候有这条规矩的？我刚才进去办业务，也没让我解除武器啊。张轩立刻冲着那几人吼了一声：闲杂人等滚开，不然把你们统统抓起来。那几人闻言全都灰溜溜的跑了。张轩重新看向我，不好意思，刚立下的规矩，没想到正好被你遇到了。你不会带头违抗命令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便将手中长剑交了出去。真正强的是我，从来就不是这些武器。用这种小动作来找优越感，只会让我觉得很幼稚。交了武器，张轩这才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我们一同进入总部，经过层层安检后，终于到达核心位置。这里坐着的都是异能协会和防卫队的核心成员。我被安排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，这个位置一般都是犯人站的。苏晨，说说昨晚的事吧。一名中年人趾高气扬地说道。他叫吴良，是异能协会的会长。20年前，恶魔降临人间，毁灭一个又一个人类城市。吴良被掩埋在废墟里，还是我把他救出来的。我觉得他很有领导能力，就推荐他加入了异能者协会。
经过20年的奋斗，他终于当上了会长。4年前，他当上会长那个晚上，曾打电话跟我说，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我。可才过去4年时间，我突然感觉眼前这个人很陌生，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吴良了。我清了清嗓子说道，昨晚有10万恶魔大军入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没有看到任何支援。话音未落，一声怒斥，吴良几乎是恼羞成怒，胡说八道，你是说我们连10万恶魔都监测不到吗？张轩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，瞎编也编得靠谱一点。你是拿我们当傻子，还是觉得防卫队和异能协会都是酒囊饭袋？听到这话，周围所有人顿时就怒了。张轩短短2句话，直接把所有人的情绪拉满。我们需要真相，一定有人在骗人。有人高声呼喊。张轩勾了勾唇，马上让工作人员调取监控画面，100多个画面，绝大多数风平浪静，只有寥寥2个画面里出现了几只低级恶魔的身影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以为我们不在边境，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10只恶魔能被你说成10万只，这些年的功劳是不是也被你这么夸大了？张轩和吴良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我想起一句老话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，有争斗的地方就有江湖。吴良已经不是当年的吴良了，异能协会也不是当年的异能协会，独自征战20年，我突然觉得很累。我的身上也有记录仪器，可是拿出来也没用，人家不可能相信。苏晨骗人，想不到他是这种人，多报1、2只也就算了，多报10万只，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吗？在场之人纷纷表示不满。吴良道，这样吧，你跟受害者道个歉，先稳定一下外界的情绪。张轩接着道，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查苏晨的忠诚度，把这样一个人放在边境，我不放心。话音未落，我直接朗声道，我不干了。说完，我一把扯掉了胸口的徽章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吴良和张轩也被吓了一跳，或许他们也没想到我竟然会选择退出。你想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们吗？吴良的脸色很难看。张轩冷笑一声，苏晨，你以为你还是唯一的 SSS 级强者吗？像你这样的异能者，我们现在有3个。说完，他就给了吴良一个眼神。吴良心领神会，2人的气息瞬间暴涨，强大的气势让很多人睁不开眼。好强大，这就是 SSS 级强者的实力吗？我的天啊！以前有一个 SSS 级就能守住边境，现在我们多了3个，岂不是能转守为攻？有了他们，苏晨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在场之人都很兴奋。第3位 SSS 级强者也站了出来，他的出现让我很意外。他叫苏玲，是我从死人堆里救回来的，因为是孤女，后来干脆跟我一样姓苏。吴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，否则不可能把苏玲叫过来。苏玲看到我的时候，情绪有点激动，刚要开口，我就给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静观其变。张轩冲我挑了挑眉，脸上说不出的得意。吴良挑衅般说道，怎么样，我们的实力还过得去吧？我认真点了点头，勉强有3大恶魔1半的实力。恶魔有3大首领，一个统治天空，一个统治大地，一个统治海洋。张轩等人没有和3大恶魔交手过，此时还不知道对方的强大。张轩冷笑道，你以为我们没有调查过吗？他们的实力也都是 SSS 级。吴良摇头叹息道，你太自负了，承认别人强大就这么困难吗？他们的心里都很不服气，甚至觉得我在故意贬低他们。说到这儿，张轩不怀好意道，你敢不敢对着镜头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？一道小门打开，许多记者扛着设备跑出来，原来他们一直躲在里面直播。昨晚有一位平民受到恶魔袭击，请问你会不会对这次事务负责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你？是不是真的跟传言一样，你的性格太孤僻，不好相处？又或者是其他原因？能简单说2句吗？你一手缔造了异能协会，现在异能协会变得更强大了，你怎么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？你为什么不肯道歉？记者们不断询问。张轩和吴良等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，这是他们安排的一出好戏。记者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，但凡回答出现一点纰漏，可能就要被全网黑。吴良暗示道，苏晨，只要你收回退出协会的话，我和张轩可以帮你说说好话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淡淡地道，不必了。吴良冷哼一声，敬酒不吃罚酒，我不再理会他，而是清了清嗓子，对着镜头说道，异能协会能取得长足进步，我很开心。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3大恶魔的真正实力。这么说吧，别说3个 SSS 级异能者，就算是13个也打不过他们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你说什么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一个人抵挡了20多年，难道你觉得他们3个人加起来还不如你一个吗？太狂妄了！看来传言都是对的。
这种人就不可能有朋友。大家都很愤怒，一些 S 级和 SS 级异能者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我看不到网上的情况，不过猜也能猜得出来，这次真的要被全网黑了。可我也只是说实话而已，5个异能等级划分已经不太够用了。我正打算提出 SSSS 级和 SSSSS 级的概念，报告都写好了，却没机会交上去。不过毕竟是关人类存亡，我还是提醒道，根据经验推测，恶魔大军很快就会大举入侵，3大恶魔联手也不是不可能。3大恶魔谁都看不惯谁，可跟这些小矛盾比起来，他们肯定愿意先一起灭掉人类。所有人都愣了片刻，旋即哄堂大笑。张轩道：“你想用这种凭空猜测的消息让我们产生危机感，觉得离不开你是不是？”无良的脸上也露出轻蔑之色。曾经我那么崇拜你，现在却让他滚！不知道谁喊了一句，有人带头就有人跟风。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声音不绝于耳。无良道：“你今天要么道歉写报告，要么滚蛋。”张轩补充道：“选择留下来的话，还要把以前有没有弄虚作假都交代清楚。”无良点了点头，对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我环顾四周，大家的眼神都差不多，有冷漠，有嘲讽，有厌恶，有憎恨，一切都如此陌生。这还是我守护了20多年的地方吗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毅然决然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是选择退出。”几个脾气火爆的人当即就要动手。无良会长他们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几人一拥而上。哼！我冷哼一声，身上爆发出一股绝强的气势。那几人瞬间被弹飞出去，狠狠撞击在墙壁上。现场响起一片惨叫声。张轩摩拳擦掌，也准备出手。苏林的注意力都在张轩身上。张轩敢出手，他绝对会抢先一步制止对方。住手，让他走！无良赶紧叫停。在这里打起来，损失最大的就是异能协会和防卫队。众人这才不甘地让出一条路。张轩冲着我做了个割喉的手势，下次我们可不会留手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给了苏林一个放心的眼神，随后就大步离开了这个我一手创立的地方。刚到楼下，无数市民蜂拥而至，记者们不断抓拍。呸！有人啐了一口唾沫。骗人精走了，我们自由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受人欺骗。苏晨跟恶魔一样可恶，没有苏晨的日子才是好日子。大街越来越拥堵，很多人手里举着骗人精无能滚蛋，人类不需要苏晨这样的牌子。我朝西方望去，那里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。再看北方，那里的恶魔似乎也蠢蠢欲动，就好像他们也在看直播似的。这很不寻常，难道他们也有情报系统？这个猜想把我都吓了一跳，因为除了3大恶魔之外，其他恶魔只有原始本能，并没有什么灵智。苏晨一声娇喝响起，我不由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红衣女子缓缓走过来，她的脸上带着几分高傲的神色。你什么时候跟我道歉？我心爱的头发都被那恶魔扯断了很多，毫无疑问，她就是昨晚被小恶魔袭击的女网红。盛世出网红，末世照样也有这种东西。很多人都希望醉生梦死，及时行乐。滚！我冷冷吐出一个字。那女网红面色一僵，看到现场那么多人，又有不少记者，心里顿时又有了底气。她立刻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眼泪说掉就掉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不道歉就不道歉嘛，我们普通人反正也拿你没办法。她这话立刻把我和其他异能者对立起来，不帮她就是藐视普通人的生命。我现在已经卸下所有担子，懒得再跟这些人废话，直言道：24小时之内，恶魔大军就会过来。你们有时间在街上胡闹，还是多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女网红收起眼泪，轻蔑地笑道：你这种把戏早就被拆穿了，连异能协会和防卫队的人都不相信，还想欺骗我们。旁边一人附和道：没错，他就是个骗人精，骗人精滚出我们的城市，滚出去！瞬间群情激愤。我不再理会这些人，随手撕碎空间离去。他终于滚了，太好了！事实证明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。大喜事，这是大喜事！我们要狂欢3天！大家嗨起来，大街上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苏晨这个名字成了历史，光辉的战绩被人淡忘。6个小时后，我呆呆地站立在边境，最后看了一眼战斗过的地方，旋即便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这一次，人们笑得更欢了。网上还出现了很多谣言，苏晨在城市中心有100多套公寓，建议严查。这个说法很快被人推翻，异能者都会发一套房子，等级越高，功勋越多，分配的房子也就越豪华。发布这个谣言的人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公寓就是他能想象出来最高级的房子。一个谣言破灭后，新的说法又出来了。我亲眼看见苏晨带着几10吨黄金走了，
即便是末世，黄金依旧值钱，甚至比以前的价值更高，因为绝大多数电子元件都要用到黄金。有人立刻跳出来辟谣，苏晨徒手就能撕裂虚空，他真想带着黄金离开，难道不会把黄金丢进异空间带走吗？会让你看到。我点开这人的主页，不出所料，正是苏林的小号。他不敢用大号发言，只能用小号尽量帮我澄清谣言。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许多人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消息，感谢异能协会和防卫队的付出。我睡了最安稳的一觉，感恩有3个 SSS 异能者守护，昨晚睡得很香。苏晨不是说24小时之内就会有恶魔大军入侵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谁能告诉我恶魔大军在哪里？寻找恶魔大军的话题很快冲上热搜第一。不出意外，我又被人网爆了。下一秒，大地开始剧烈颤动，我的心里一紧，赶紧前往城市中心。别人我可以不管，苏林必须要救！救命啊！城市里惨叫声不断。苏晨，快救我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转头一看，竟是昨天那位女网红。她被一只蝙蝠形状的恶魔抓着头发。那蝙蝠恶魔看到我，下意识停止动作。他这一族的感知能力非常强，即便没有见过我，也能感知到我的力量远在他之上。没空，我淡淡的回应了一句。女网红面色惨白。蝙蝠恶魔像是能听懂人话，见我不打算插手，就要美滋滋的享用大餐。就在这时，3道人影凭空出现在街道上，正是3位 SSS 级异能者，吴良、张轩和苏玲。吴良看向我，指责道：“你竟然见死不救，信不信把你所有的福利都取消掉？”我耸了耸肩，我现在又不是异能协会的人，没有救人的义务。吴良顿时一愣，刚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张轩赶紧给他找个台阶下，我们先救人。说完，他对着那只蝙蝠恶魔随手一指，一道强大的能量光束射出，将那只蝙蝠恶魔烧成灰烬。接着，他们3人开始清理街道上的其他恶魔。不出片刻，恶魔就被清除干净了。张轩挑衅地看着我，女网红赶紧开始直播，趁机在镜头前将吴良和张轩猛夸了一顿。这次恶魔入侵造成的损失不大，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欢呼声里，许多人高喊着吴良和张轩的名字。我不由抬头望向天空，又仔细打量了一番地面，2股强大的能量正在快速袭来。再回首，海洋那边也有一股能量波动。我顿时大惊，快带所有人避难！现在进避难所还有机会活下来。又来这一套，他还想骗我们？我们现在只相信吴良会长和张轩队长。周围的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吴良2人。吴良见我神色认真，不像说谎的样子，就闭上双眼，仔细感知远处的能量波动。张轩也是如此。睁眼，吴良的脸上已经带上了怒意。苏晨，你一再耍我们，难道真把我们当傻子吗？张轩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在骗我们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”说到这儿，吴良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嘲讽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那些避难所都是你打造的，你想让所有人都进去，然后好邀功，对不对？”这里说的避难所并非那种坚固的堡垒，而是我利用空间能力开辟出来的异空间。我设置了很多异空间的入口，遇到大型灾难可以进去避难。3大恶魔再强也不可能打到异空间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进得去才行。3大恶魔的力量足以扭曲和封锁空间，在他们到来之前还不进去，那就只能等死了。吴良和张轩感知不到3大恶魔，就不可能通知人类避难。我只能看向苏玲，你去喊人避难，愿意进的就进，不愿意的就算了。苏玲毫不犹豫的点头。苏玲，你难道打算听他的？吴良和张轩面色都不太好。苏玲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直接飞到城市上空，开始对着人们喊话。与此同时，我运起体内的力量，看似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所有人听着，3大恶魔马上来了，赶快进避难所！”我的声音如春雷炸响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听到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能清晰感知到异空间里面只有寥寥几十个人，再加上苏玲带进去的，估计也就200多个。我不禁自嘲一笑，我还真是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。吴良和张轩皆是双手抱胸，在一旁看好戏。见没有什么人进避难所，四周又是风平浪静的，2人的心态就更飘了。吴良咧嘴一笑：“苏晨啊，苏晨，收起你那点把戏吧，给自己一个体面，别一天到晚跟个跳梁小丑似的。”张轩更是朗声道：“恶魔呢？恶魔在哪儿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啊？”那名女网红更是趁机讥讽道：“有些人呐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”下一秒，数百条尖锐的钢刺从地底下射出。啊！女网红惨叫一声，被钢刺硬生生刺穿头骨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吴良和张轩飞到空中，死死盯着地面，目眦欲裂道：“谁在装神弄鬼？”女网红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杀。
这是在打他们的脸。可悲的人类，你们应该听苏晨的。一道浑厚的声音从地底传来。张轩和吴良心里一惊，恶魔不会说话，这是常识，可对方绝非人类。哈哈，听到我说你们人类的语言，被震惊到了吗？一双巨大的爪子伸出地面，随后一道庞大的身影一跃而上，正是统治大地的恶魔。他的体表布满尖刺，女网红奄奄一息地挂在上面，想要求救却开不了口。第一次跟你们交流，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无名圣龙。话音落下，天空撕裂，9天之上也有一道带翅膀的身影快速落下。结，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，无名生风。见到这位，所有人的脸色大变。他也是3大恶魔之一，统治天空的恶魔，只是以前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3大恶魔随便来一个，人类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。如今一来就是2个，大家不要怕，我们现在有3个 SSS 级异能者，3对2，优势在我。有人喊了一句，附近的人类闻言顿时心神大定。以前靠1个人都能挡住，更何况现在有3个，从数量上来说，确实比以前强得多。不一会儿，苏林赶了回来，异能协会和防卫队成员也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远处的海水掀起滔天巨浪，你们都来了，又怎能少得了我？我是统治海洋的霸主，海洋恶魔毕加。一道碧绿色的女性身影携带着无数水生恶魔席卷而来。与此同时，圣龙和生风发出一声嚎叫，他们的恶魔大军也杀了出来。天上、地下、海里，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。人类连绝望的时间都没有，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。3大恶魔同时出现，强横的威压导致避难所的空间节点都被扭曲破坏。此时想要进去避难，却已经晚了。吴良难以置信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为什么感知不到你们3个的存在？”圣龙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因为我们远比你们强大。”生风迫不及待道：“多说无益，今天就杀个痛快。”张轩毫不示弱：“不就是3对3吗？谁怕谁？杀！杀！”大战打响，喊杀声震天，将对将，兵对兵。从肉眼上看不出谁优谁劣，可吴良他们却越打越吃惊。他们已经使出了全力，3大恶魔却显得游刃有余。没过一会儿，吴良就被打断了一条胳膊。这不可能，吴良依旧不肯承认现实。张轩更像是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几乎拼上了性命。苏晨能行，凭什么我们不行？然而他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只能多支撑一时片刻。恶魔的优势越来越大，开始压着人类这边打。白痴，我忍不住说道，你们的 SSS 级是因为实力达到了 SSS 级，而我的 SSS 级是因为测试的极限只有 SSS 级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吴良看了我一眼，大吼道：“苏晨，只要你现在出手，我们就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甚至可以恢复你在异能协会的地位。”此话一出，交战双方同时默契停手。3大恶魔的眼里露出忌惮之色。如果我选择跟吴良和张轩他们联手，胜负就真的未可知了。圣龙提醒道：“人类抛弃了你，你还想为了这些蠢货而战吗？”生风跟着道：“这2个人为了把你赶走，特意做了假监控画面，你心里就不恨吗？”你们怎么知道？张轩几乎脱口而出。苏林一脸的不可思议：“监控是你们修改的？”张轩2人眼神闪躲，不敢与之直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2人，说实话，这一点都不意外。当时想不明白的事情，回去冷静下来就能想通了。我突然好奇地问圣龙：“你们怎么知道的？”圣龙略带骄傲地道：“我们也在不断学习进化，所以在人类里面安排了一些内应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将是最后一战，所以他们也没必要继续藏着掖着。”毕加问道：“你的决定呢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会帮他们。”3大恶魔都松了口气。毕加的脸上出现兴奋之色，出其不意地朝着苏林冲过去。死吧！他的速度太快，又是偷袭，根本来不及躲避和防御。毕加仿佛已经看到了苏林凄惨的下场。砰！一声闷响，我单手接住毕加的致命一击。毕加的脸色变得更绿了。你不是说不插手吗？我面无表情道：“我只是说不帮那些蠢货，可没说不帮我的朋友。”3大恶魔对视一眼，瞬间心领神会。你带着你的朋友离开，我们可以让你们走。我还没说话，耳边立刻充斥着人类的谩骂声。苏晨，你不能走，你敢走就不怕背负骂名吗？我们只是骂过你，你凭什么不救我们？你敢走，等我们活下来，必将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听到这些声音，我的心里就有了决定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拯救。我牵着苏林的手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苏林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吴良和张轩的面色青一阵紫一阵。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一道洪亮的声音响彻寰宇：“苏晨，
我知道你也不想放任这些恶魔存在，助我们杀光他们吧。空间剧烈波动，3道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中央，2男1女。紧接着又有无数类似的生物从4面8方涌过来。从外表上看，他们跟人类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眼珠子都是红色的。吼！领头的3人仰天怒吼，露出嘴里的尖牙。众人这才明白，眼前这些生物都是僵尸。恶魔降临人间，屠戮人类，死去的没有被吃掉的人类都异化成了僵尸。从他们身上的气息波动来看，他们似乎也觉醒了异能。我几乎脱口而出，异能僵尸。领头的3位笑着点头。不错，我们3个都是 SSS 级别的异能僵尸。我们没有生前的记忆，脑子里只有灭掉恶魔的执念。先杀恶魔，再灭人类，怎么样？愿不愿意帮我们？给句痛快话，吴良和张轩的脸都绿了。当着他们的面讨论消灭人类，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将气势提升到极限，那还等什么？先灭恶魔！异能僵尸兴奋不已。新的大战开始了，顶级战力对轰，几乎要把大地都毁掉。来战，大不了打沉陆地，人类城市遭受灭顶之灾。吴良和张轩几乎要骂娘，异能者也只能勉强自保，更别提普通人类了。每一秒都在死人，到处是惨叫声、哀嚎声和求救声。苏晨，求求你再开一个避难所入口吧。苏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我专心大战，根本不想理会这些人。这么多顶级强者参战，能量已经超过了空间承受的极限，现在根本无法重开空间节点。会长救我！一名 B 级异能协会成员被恶魔吞噬。队长，又有人惨叫。一名防卫队成员被异能僵尸咬了一口，身体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蜕变。短短几十秒，他竟然也变成了异能僵尸。没有生前记忆，不仅杀恶魔，也杀人类。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瞳孔是绿色的。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，僵尸一族的实力不降反增。最让人惊奇的是，3大僵尸几乎压着3大恶魔打。按照我最新的实力划分标准，他们3个都已经达到了 SSSS 级，再加上我的加入，3大恶魔被斩杀2个，只剩下毕加。你们都让开！苏林也是被打出了真火，竟然不让其他人插手。毕加怒道：“我打不过他们，还打不过你吗？给我死！”他对着苏林就是一巴掌扇过去，啪！一声脆响，苏林整个人都被扇飞出去。怕你不成？苏林不甘示弱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去，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又是一声脆响，毕加被扇得眼冒金星，还没回过神，下一个巴掌就来了。2人仿佛忘记了其他招数，现场只剩下互相扇耳光的声音。好可怕啊！女人生气这么可怕吗？僵尸都看懵了。加油，干掉他！这样扇他扇他！那名唯一的 SSS 级僵尸对着天空呐喊助威，吓得其他僵尸连连后退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暴怒的苏灵，好在苏灵比恶魔更理智，最后一拳轰碎了毕加，3大恶魔全部陨落。没了领头的恶魔，清理其他低级恶魔就容易多了。没过多久，战争结束，现场满目疮痍。一名异能僵尸问苏晨：“我的朋友，以后就是我们僵尸和人类的战争了，你会帮助谁？”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我。苏林的立场跟我一样，我帮助异能僵尸，以后就是5对2的格局；我帮助人类，那就是4对3。所以我的决定至关重要。张轩赶紧道：“苏晨，我承认我陷害你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帮我们，防卫队队长的位置交给你来做。”吴良也跟着道：“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我这个异能协会会长也让给你。”哈哈哈！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2人。我如果贪恋权力，20年前我就是异能协会的会长了。吴良瞬间哑口无言。张轩不甘地问道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我们死吗？”任谁都看得出来，僵尸一族的实力已经超过人类，他们可以把人类变成僵尸，人类却没办法把僵尸变成人类。此消彼长，人类必败无疑。我耸了耸肩，满脸轻松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这是你们凭实力争取来的日子。以前你们担心100个1000个难题，现在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有如何活下去这一个难题。”3大僵尸都笑了。人类不配拥有苏晨。一人问道：“那你打算去哪里？”我仰头望向星空，喃喃道：“我的空间能力很强大，我会带领剩下的人类去浩瀚的宇宙寻找新的家园。我们不会入侵已经有文明的星球，直到寻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国度。到时候我会再回来看看你们。”听到这话，3大僵尸也就放心了。这一日，霸占星球的恶魔被彻底剿灭，人类损伤大半，僵尸一族崛起，世界正式进入僵尸纪元。这就是我们一族过去的故事。一名白发僵尸老者对着一群小孩缓缓诉说着，小孩们崇拜地看着老者，
不断提出各种问题。那我们都是僵尸吗？苏晨最后去哪里了？他找到完美国度了吗？僵尸老者摇了摇头，似有回忆道：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找到了吧。据说他在200年前回来过。他见我们能够繁衍出下一代，觉得再叫僵尸这个名字就不合适了，所以给我们改了个名字。也就是说，从200年前开始，我们就不叫僵尸族了。所有孩子立刻眼前一亮。那我们现在叫什么？老者眼中闪过一抹猩红色的光芒，口中吐出3个字：盘古族。